the road. I've been away for far too long, but now I'm on my way back home. I hear the west winds calling out my name. 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加入我的日本小众景点探索旅程。你有收集的嗜好吗？听到别人说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，是不是忍不住就把这个地方收进自己的旅游清单里了呢？看到日本人形容伊势神宫是一生一定要去参拜一次的神社，马上就安排了说走就走的一日小旅行，用一期一会的心态去一生至少一次的伊势神宫，让自由的心灵寻找渴望的平静。从京都坐近铁到伊势，最快要2个半小时，所以我在天色刚亮的时候就出门了。沿途还看得见弥漫雾气的地面，今天有很高的几率是晴天。到五十铃川站后，还要换乘公车，才会抵达伊势神宫的内宫。下车的地方是内宫前的商店街托福横丁路口，我打算先喝杯咖啡休息一下。内宫前星巴克的外观非常低调，完美融入怀旧的街区气氛。如果没有仔细看，很容易就错过。2楼可以欣赏建筑工法的细节，木头的颜色和味道也让人很放松，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。坐在临街窗户的位置，还可以观察路人或是欣赏对面的古迹建筑，是最热门的座位。放松心情后，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。横跨50铃川的宇治桥是内宫黄大神宫的入口，像是连接日常生活和神圣世界的桥梁。50铃川的河水非常清澈，从桥上都看得见河底的石头。宇治桥20年会重建一次，走在桥上，感觉越来越接近能量场所，心情开始变得平静。踏着碎石参道，两旁渐渐变成原始森林的景色。很多人会走到50铃川岸边洗手，像是参拜前要净化身体和灵魂的仪式。坐在这里听听流水声，背景的白噪音像是另一种层面的净化仪式，冲刷掉日常琐碎的烦闷心情。
对了，为什么日本人有一生一定要来伊势神宫参拜一次的说法呢？在江户时代，一般平民被禁止长途旅行，但如果是要去香川县的金刀比罗宫、京都的东西本院寺和三重县的伊势神宫，就可以不受这个限制，因此就出现了一生一定要去参拜一次的说法。当然，这和伊势神宫供奉神明的崇高地位也有关系。内宫的天照大御神是日本的守护神，内宫正殿不能拍摄，是一间薄木制成、茅草屋顶的唯一神明造建筑。参拜时有一个非常好的感受。当我对着神明祈福的时候，突然有一阵微风吹来，吹起了盖着神殿的布帘，就好像是神明回应了我的请求，顿时有股被神明安慰的感觉。既然是地位崇高的神明，那一定要买个御守，把这里的能量带回家啦。这里跟别的神社不同，没有抽签，因为能来伊势神宫就是大吉的象征，所以就不需要再抽签了。祭拜完神明，接着就要祭拜我的胃。回到内宫参道前的托福横丁，午餐时段的热闹人潮和内宫参拜时的庄严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。三重的特产是松板牛，所以商店街里有很多牛肉料理。伊势还有个甜品名物叫做赤福，麻薯外面包覆了一层红豆泥，不会太甜，口感很细腻。吃饱了还可以沿着五十铃川散散步，吹吹风，放松一下。从内宫要坐巴士才会到外宫。外宫祭拜的丰寿大御神是衣食住产业的守护神。这里同样被广大的森林包覆，参道尽显神圣与庄严。沿途上不断看到有人把双手放在树干上念念有词，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念什么，但照着做了一下，好像也能感受到平静的力量了。树木的气味，一口深呼吸，就像是让体内充满神圣的能量。
外宫正殿一样不能拍摄，和内宫一样带有相同的庄严气氛。这应该是颗带有能量的石头。看到很多人伸出双手，像是要吸收能量，我也跟着照做了。伊势神宫有个叫做4年迁宫的传统，就是每20年重建神社一次，并且转祭神灵。这种每20年一次的循环，就像自然和生命一样，过去的事物就让它留在当下，永远看着现在，想着保持未来的新鲜感。门口有间4年迁宫纪念馆，可以在这里更深入地了解伊势神宫和20年迁宫一次的仪式。回家前要补足还没吃到的名产，在车站前的小店吃了一碗乌冬面，心满意足地结束了这趟说走就走的小旅行。伊势神宫是心灵的故乡。来到这里后，我好像了解了这个说法。坐镇在翁玉森林的内宫及外宫，一旁还有条清澈的河流经过。参拜时，像是回到生命的原点，历经河水的洗涤，最后留下净化的心灵。如果你也喜欢参观充满神圣力量的日本寺庙神社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探访那些令人惊叹的能量场所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Stuck inside at noon, 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.